根据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1月13号的消息称，俄罗斯最新型号的 S-70猎手重型无人攻击机将成为苏57中程僚机。在此前的军方测试中，猎手无人机展示了其携带主动雷达制导空对空导弹和红外制导空导弹的能力。去年的早些时候，猎手无人机还与苏57战机进行了部分高级战术科目演练。毫无疑问，自从去年猎手无人机与苏57战机开始进行混合实验后，猎手就注定将成为苏57的僚机。据了解，猎手无人机首飞成功于2019年8月3号，机长14米，起飞重量最大20吨，翼展19米，最大的飞行速度接近每小时1000公里。不过，相信大家喜欢关注的并不会是这些冰冷的数据，而是好奇猎手无人机与苏57战机协同合作是否会让苏57的战斗力迎来激增，其作战能力到底怎么样，结果是不是跟俄航空专家豪言那般，实力将超越歼20。分析认为，尽管俄罗斯方面的想法很不错，但实际上这样的搭配在战场上的作用可能并不会如同俄罗斯想象的那般美好。虽然猎手无人机自去年开始进行密集测试后，经过1年多的调整，现在看来也确实有了一定的实力，加上与苏57协同合作，再加上试射空对空导弹，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有人机与无人机的搭配恐怕并不会是俄罗斯人想象中的那般简单。就拿最简单的一方面来说，猎手无人机直至今日也还是使用一个 AL41F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是没有加力燃烧室的，这就意味着该无人机不可能进行超音速飞行。这种情况，俄罗斯空军还怎么让猎手在超音速的情况下与苏57协同作战呢？是让苏57在亚音速阶段等待猎手追上它吗？实话实说，与中美同时期相比，俄罗斯无人机的发展仍有很大差距。2019年，中国察打一体无人机出口到海外都有上百架，而这时的俄罗斯才突破了相关的技术，研发出了猎手。追溯到更早的2008年，中国成都611所就成功完成了翼龙1无人机的导弹挂载打靶实验。如果按时间推算，此次苏57装备中程僚机看似很强大，但中国在察打一体无人机领域领先俄罗斯至少10年，更何况歼20的入役也比苏57要早。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1月12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艘1吨级海洋巡逻舰海巡09将于今年中期在广东正式开航，由广东海事局管理。在入编后，它将是中国国内吨位最大、装备最好的海上巡航船。其主要功能还把海事巡航和救助功能结合起来，既有巡航执法，又有应急协调指挥，能够开展海上环保事务的综合性平台。而据了解，在海巡09号正式入编后，虽然会划给广东海事局管理，但实际的操作部门是南海海巡执法总队管理使用。毫无疑问，海巡09号是专门为了南海的那些宵小们准备的。不过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产生些许的疑惑，最大和性能最好的海巡船不应该是早就入编了3901号和2901号海警船吗？实际上，海巡09号、3901号以及2901号的标准排水量其实都是在1万吨左右，但满载排水量与航速是有一定差异的。海巡09的满载排水量可达13000吨，而海警的2901号与3901号的满载排水量则稍稍逊色了一点，为12000吨。而且这次海巡09与传统的海事船相比，不仅仅是吨位上的扩大，整个船舶也在系统上做了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升级。该船舶可成为海上重要的信息节点，利用多种传感器对复杂海况进行信息采集，对指定海域的信息进行系统的综合规划。毫不夸张地说，海巡09搭载的就是055巨舰的身板，只是没有装载武器。当海巡09号海事巡逻船投入使用后，相信不只是南海，整个中国近海区域都将得到保障。毕竟邻近国家的海警和海事船只的吨位都相对较小，就比如说越南的巡逻船，其中大多是几百吨至2000吨的小船，最大的一艘还是从荷兰引进的 EN4000 大型巡逻舰，但排水量也只有区区的4000吨而已。与越南相比的话，日本的水平要稍高一点，毕竟日本有钱。但是最大的巡逻船福岛号排水量
量也只有6500吨，吨位相差甚远。就这吨位，别说跟海巡09号正面碰撞了，稍微擦上一点，说不定就要报废。海巡09将入列的消息也让外界许多人担心。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更是认为，这种吨位的巡逻船在非战争状态下的海上冲突中有着巨大的优势，无论是对峙还是相互碰撞，这艘船都充满了压迫感。巨大的优势让对手根本无法抵挡，但万吨巨舰没有搭载武器，说明中国的态度是温和的。如果美国人识趣的话，那美军退出中国南方海域只是时间问题。目前，美国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300万，死亡人数也超过了38万。但是，美国社会的焦点似乎仍然还是不在抗议上。比如不久前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那一幕，揭开美国民主的虚伪。而在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场景，再次引发热议：美国还有救吗？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在当地时间11日晚上，阿拉巴马大学红潮队赢得美国大学生运动联盟橄榄球赛冠军，成千上万的球迷奔向街头庆祝，无视疫情大流行的防控措施。这些人群包括附近校园学生，还有开放的拥挤酒吧中涌出的人。这些密密麻麻的人群大部分都没有戴口罩，有人欢呼扔酒瓶。目前，阿拉巴马州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万，但这个场景似乎新冠病毒并不存在一样。随后，当地警方开始驱赶，并逮捕了14人。当时市长表示，这个规模比我们最近记忆中的任何庆祝活动都要大，聚会可能会成为超级传播活动。此事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的批评声。有人表示，我曾对美国充满了希望，但是当我看到这样的图像时，我感到绝望。我想，今晚真正的赢家是冠状病毒，我们永远不会摆脱这种大流行病毒。甚至有人表示美国人没救了。为何美国疫情至今不容乐观？我们似乎能从中窥见一番。首先，美国政府忽视疫情的严重性，单个抗疫最佳时机。白宫和美国媒体一直都在试图淡化病毒的威胁，并承诺病毒控制得很好。英国卫报犀利指出，白宫在科学和专业知识方面的做法，在很多层面都很丢人，胡言乱语误导民众，并分散顶级科学家的注意力。但英国又何尝不是呢？最近，英国首相约翰逊甚至还在胡言乱语，将疫情归咎于中医药，既误导群众，又显出自己的无知。其次，联邦政府根本无法调动全国抗疫工作，各州各行其事，就连抗疫物资分发都会产生巨大分歧，基本上就是租客和房东的关系。一些州采用禁止聚集活动，关闭学校并执行社交距离，但其他一些州却仍允许集会。就像这次阿拉巴马州仍然还允许全部酒吧开放。最后，美国将这场疫情完全政治化，白宫为竞选连任拼政绩，甚至仓促要求各州复工复产复学，同时不断转移舆论焦点，死多少人对他们而言根本不重要。美国医疗选择性救人，很多人都在等待中死去。对于白宫的不作为以及长期的民主自由言论，把民众忽悠瘸了。